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孤独不过是一种误解，很多人认为孤独就是寂寞，但事实上，孤独之中有许多可以做的事情。从接受孤独的那一刻起，我们的人生就会开始顺利运转。对于不习惯孤独的人来说，一开始可能会感到寂寞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逐渐习惯。孤独带来的乐趣是无穷无尽的。将孤独视为自由和幸福的生活方式，积极的看待它，每天都会变得更加愉快。即使没有朋友，也完全没关系。本次我们将介绍有川真由美所著的《享受孤独的人和陷入困境的人》一书，让我们一起愉快地探索本书的内容。第一，我们来谈谈一人烧烤、一人露营或是一个人旅行，真的很棒。孤独带来的4种最幸福之礼物。第二，我们将解释不能享受孤独、被孤独击垮的人需要改变的特征。现在，让我们快乐地探索一人烧烤、一人露营最棒了。请大家仔细想一想，你们是属于以下哪一种类型？1. 孤独让我能够享受乐趣。2. 孤独让我感到寂寞，无法做任何事情。你们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？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第2种，认为孤独让人感到寂寞，无法做任何事情。但是作者在本书的开头就指出，认为只有有人陪伴才能幸福是一种误解。相反，孤独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积极的事物。孤独之中有许多可以做的事情。孤独正是让我们能够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上幸福生活的原因。从接受孤独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能够摆脱对必须与他人在一起的执着，让工作、人际关系和整个人生都开始顺利运转。然而，对于那些不习惯孤独的人来说，他们可能会觉得孤独是寂寞的，不知道独自一人应该做些什么。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独自进行的活动，例如独自露营、独自逛街、独自旅行等，这些被称为独活的活动。如今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便利，可以独自完成的事情也越来越多。例如，独自露营可以在不用担心周围人的情况下，按照自己的节奏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。您可以凝视星空，静静聆听鸟的歌声，放松身心，充分利用五感，享受当下的瞬间。确实，以前可能只有和朋友一起玩耍这种选择，但现在随着娱乐和技术的进步，我们有更多可以独自享受的选择。或许有些人总觉得必须和朋友在一起，或者必须和他人一起才感到快乐和有安全感。但实际上，世界上有很多您可以独自做的事情，而且这些事情非常有趣。也许只是因为你还没有意识到独自一人的放松和自由感，因为你还没有适应。那些不习惯孤独的人，在最初可能会感到寂寞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会逐渐适应。当您开始独自决策并行动时，你会意识到孤独中的乐趣是无穷无尽的。孤独并不意味着寂寞和不幸，相反，那些能够享受孤独的人是那些看起来很酷、美丽、自信、幸福，并且在广泛的人群中得到支持的人。无论您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环境，担任什么样的角色，掌握能够让自己独自幸福的技巧都是有益的。如果您认为只有有人陪伴才能幸福，那么您的幸福将受到他人的左右，您会对他人抱有期望，而这些期望会被打破，进一步陷入孤独感中。然而，如果您能够自己让自己幸福，您就不需要依赖任何人，您可以独自幸福。您自己是世界上最关心自己的人，没有任何人比您更能让自己幸福。生活充满活力和光彩。或许对于一些人来说，孤独依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他们担心将来会陷入孤独之中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或许现在有些人正处于孤独的状态中，感到痛苦。但是我希望让这些人知道，孤独并不是一件坏事。事实上，孤独中也存在着积极的一面。了解孤独带来的美好好处，您的心情会变得轻松许多。原来孤独也没关系。相反，正是因为孤独，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人生。如果您能够这样想，您的心情肯定会比现在更加轻松。接下来，我将具体介绍强调在孤独中隐藏的美好好处。这些好处在本书中得到了强调。
仅仅听到这些，您的心情就会变得更加轻松。我相信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。现在我将首先总结并公布孤独带来的最幸福之礼物。具体内容如下：一、可以与真正的自己建立联系；二、在宁静中获得真正的释放感；三、我们可以平静地面对当下，从而获得心灵的平静；四、探索无限可能性的世界。现在让我们逐个具体解释孤独带来的最幸福之礼物中的第一个，可以与真正的自己建立联系。首先，作者告诉我们要抛弃对孤独的负面观念，认为孤独是一件坏事。将孤独视为一种坏事，只会让您自己受损。那些认为孤独是坏事的人，常常觉得自己必须与他人在一起，陷入了对他人的束缚中，结果自己折磨自己。例如，在工作场所，如果您觉得一个人吃饭很可怜和尴尬，您会担心别人的看法，陪着他们去一家您不想去的餐厅，最终换来的是一身疲惫。这样一来，您必须与他人在一起的想法和对孤独的负面观念，会让您迷失自己真正想要做什么的本心。此外，您还会给自己施加孤独是不好的，自己是失败者的诅咒，甚至失去自信，认为孤独是坏事。最不幸的结果就是您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进一步说，您会失去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只能随着他人的步伐生活。然而，如果您能够停下来，想一想一人独处到底有什么不好，您就能够从束缚中解脱出来，享受您喜欢的地方和事物。当您能够思考一人独处并不是一件坏事时，您就能够自由地在喜欢的地方品味喜欢的事物，心灵和身体都得到解放。您会拥有自由的心态、自由的身体、自由的时间和自由的地点，享受的快乐和幸福会倍增。您会明白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。如果您总是被他人左右，只能按照别人的意愿生活，您将不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。然而，如果您能够独自生活、独立行动，接受孤独，您就能够与真正的自己建立联系，体验真正的喜悦、真正的乐趣和真正的幸福。孤独的人更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、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所以他们花在思考自己的时间更长。自然而然的，他们对自己的理解会越来越深入。举个例子，当你了解自己真正感到兴奋的事情，适合自己的服装和室内装饰，以及在看到某本书或电影时情绪会变好等等，您的个人风格就会逐渐形成。当您了解自己的个人风格时，不论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，你会真正了解自己想要和需要拒绝的人和事物。孤独的人会认真地面对自己每一天，不需要卷入烦恼的人际关系里，不需要参加不想参加的聚会等等，因此自然而然的浪费就会减少。你会将时间和金钱只用在真正重要的事物上。此外，独自一人的时候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羞愧的。相反，这是一种精神上独立的证明。即使成年后，独自一人用餐或去电影院，仍然让某些人感到尴尬。但这种想法实在太幼稚了。独自生活的人实际上是酷、有魅力的成年人。那些优先考虑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而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，会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不得不依赖他人。这种生活方式是令人疲惫的。现在，独自用餐、独自观看电影、独自露营等已经被广泛认可，所以没有必要感到尴尬。一旦您尝试一次并打破您就会发现下一次就没有抵抗了。你会想要离开工作场所，独自一人享受时光。这样一来，您就能够摆脱必须与他人在一起的束缚，按照自己的感受行动，习惯独自行动，与真正的自己建立联系。合不来是很正常的，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。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很受欢迎的人，实际上可能只是在伪装自己，无法展示真实的自我，而感到痛苦，或者已经疲惫不堪地迎合他人。作为成年人，为了保持自己的个性，有时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孤独。假设现在您没有朋友，也完全没有关系。从根本上说，人类是孤独的。如果将孤独看作是一种解脱，您就会摆脱对朋友的渴望和孤独感。虽然有人可能会认为没有朋友意味着缺乏人际魅力，
但这只是因为我们从幼年时期就被灌输了拥有许多朋友是好事，相反没有朋友是不幸的这种价值观。然而，拥有许多朋友真的是件好事吗？坦率地说，如果你有很多朋友，您可能会被人际关系所困扰，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回应社交媒体的评论，参加大家聚集的活动等。与此同时，您可能会因与关系薄弱的人交流而感到疲倦，从而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人和任务。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，因为您不知道自己真正重要的是什么。事实上，作者自己就是一个没有朋友也很好的人。当他接受这一点时，他遇到了真正深入的友谊。所以，即使你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，你也不必担心。学会笑纳这个事实，跟真正喜欢和有意愿相处的人交朋友，而不是泛泛的广交朋友，能够与真正重要的人建立联系，这才是孤独给那些准备好接受的人带来的礼物。让我们远离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和让人讨厌的人。重要的是与那些真正重要的人建立联系，尽管可能需要一些努力，但只有与那些真正重要的人建立联系，我们才能享受真正的友谊。因此，让我们与那些不重要或让人讨厌的人保持距离非常重要。在努力迎合他人的过程中，您的短暂人生会结束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解释第二个最幸福之礼物，在竞技中获得真正的释放感。在座的听众中，是否有人因为各种事情而感到束缚，心情变得混乱不堪？是否有人感到被各种人际关系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心力憔悴？对于这样的人来说，独自一人变得非常重要。通过独自一人，您可以在竞技中获得真正的释放感。正如我之前提到的，拥有很多朋友只会让您的生活被人际关系所占据，没有时间为自己而活。此外，只有人际关系良好的情况下，才能感到最大的快乐。但这样的人际关系并不常见。也许与人际关系繁忙的感觉让您感到束缚。在竞技中，您能够远离那些让您感到束缚的因素，体验到真正的自由。也许在座的听众中有人总是试图读懂周围的氛围，努力迎合他人。然而，正如我之前所说，如果过于顾及周围的氛围，我们短暂的人生就会结束。社会上普遍认为，善于读懂氛围并与周围人和谐相处是成功的关键。但过于读懂氛围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。实际上，作者在公司工作时非常敏感地对周围的氛围做出反应，例如不能比前辈先离开，不能说多余的话，不能引人注目。他总是按照周围的氛围行事，以此感到安心。然而，习惯于读懂氛围和过于关注他人的反应，会导致不知不觉中人际关系的紧张增加。渐渐的，您会对去公司感到厌烦，因为您一直克制自己，所以不仅无法表达自己的主张，连自己的意见都无法说出口，过于敏感于他人的需求。我们变得对自己的需求麻木不仁。为了保护自己，我们总是试图迎合周围的人，但却无法关注自己。不知不觉中，心理和身体都会逐渐崩溃。这是一场悲剧，也许大家都有和作者一样的经历。这样的人应该增加独自一人的时间，尝试更多独自行动。最近越来越多的人被说成是与同事或朋友相处不好，喜欢独处，即使有家人，有时也会想独自去某个地方。这样的人可能会感到自己是自私的，或者是自我为中心的，带有罪恶感。然而，想要独处并不是自私，而是人类的本能，是对自己的珍视和关爱的表现。我们每个人都在扮演社会人、儿子、女儿、伴侣、父母等不同的角色。很多人可能会迷失真正的自我。为了不迷失真正的自我，我们有时会想要独处，特别是在面对童话压力和攀比等情况时，即使不做任何事情疲劳，也会不断积累。想要沉浸在独自一人的时间中，作为一个避难所也是很正常的。为了在人际关系中良好的生活，独自一人的时间是绝对必要的。因此，有时离开喧嚣，沉浸在静寂中，体验真正的释放是值得一试的。通过这样做，我们可以逐渐找回真正的自我。接下来，我们继续下一个主题，第三个最幸福之礼物，我们可以平静地面对当下。
从而获得心灵的平静。那些总是在群体中享受欢乐、被他人赞美的人，他们的注意力始终放在他人身上，忙于迎合他人的期望，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喧嚣和杂音。即使在独处时，他们也会思考为什么那个人会对我说那样的话，或者担心自己是否被认为是一个失败者。他们的思绪充斥着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花费了很长时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难获得内心的平静。而那些习惯于独自生活的人，虽然也了解与他人一起享受的乐趣，但基本上他们都知道自己是独自一人的。他们不会轻易与他人交往，他们珍视独自一人的时间，平静的享受此刻，也反映了现代人对与他人相处的疲劳。独自一人时，您不需要顾及他人的感受，可以放松身心，专注于眼前的事情。这正是孤独带来的舒适感。现代人总是忙于各种事情，忙于人际关系，忙于未来，很少关注于当下。然而，通过创造一段独自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平静地面对当下，更容易感受到幸福。接受孤独的人可以将他人与自己区分开来，基本上不会与他人竞争、嫉妒他人或者拖累他人。换句话说，能够在没有竞争和嫉妒的世界中生活，人生会变得非常轻松。当然，在心理上也会非常稳定。然而，那些不接受孤独的人，常常会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，感到沮丧。比如，别人的薪水更高，别人更漂亮等等，他们还会担心自己与社会的比较。只要将自己的价值与周围的人进行相对比较，就永远无法获得内心的宁静和平和。而那些接受孤独的人，不管他人如何，他们都会根据自己内心的绝对价值观来决定，所以他们总是能保持内心的平静，在没有竞争和嫉妒的世界中生活非常轻松。我相信大家都能想象得到，不要考虑别人如何看待自己，而是要考虑自己如何才能喜欢自己，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自己才能感到满足。让我们始终思考这些问题，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决定。接下来，我们继续下一个主题。我想介绍的是孤独给予我们的第4个最幸福之礼物——探索无限可能性的世界。当我们接受孤独并能够独自行动时，我们的行动范围会大大扩展，可能性也会无限扩大。作者指出，成为一个可以独自行动的人是非常方便和愉快的，因为您不需要与他人协调计划。当你想做某件事时，可以轻松地行动起来。这样，您的行动力就会大大提升，行动范围也会大大扩展。因此，我建议大家找到自己独自活动的方式。例如，作者经常进行独自的温泉、电影院和美术馆之旅。最近，他还尝试去参加喜剧演出和音乐会，以及在海外旅行时选择廉价的住宿，享受独自的旅行。我相信大家也有很多想去的地方。但要找到与行程、兴趣和经济感觉相符的伴侣并不容易，因此作者鼓励大家大胆尝试独自出行。有些人可能会因为没有伴侣而放弃参加感兴趣的活动。然而，如果活动范围变窄，只能在狭小的人际关系中行动，那么你也将错失机会。只有通过实际尝试，您才能发现自己原来喜欢这个活动，也能遇见一个全新的自己。因此，我建议大家从简单的事情开始，逐渐扩大行动范围，像冒险一样去探索世界。一旦您体验到这种轻松自在，你会变得自信上瘾，人生也会变得更加有趣。那么，接下来我想要讨论的是第2个部分，我们将解释不能享受孤独、被孤独击垮的人需要改变的特征。在前面的讨论中，我们已经解释了孤独中隐藏的美好优点。享受孤独实际上意味着掌握自己生活的主导权，而孤独力恰恰是过上幸福生活的最强大武器。我相信你们已经理解了这一点。然而，当我们环顾周围时，与那些享受孤独的人相反，不幸中陷入孤独的人却更为常见。最大的区别在于，是他们主动选择孤独，还是对孤独感到厌恶。那些讨厌孤独的人，为了避免孤独带来的寂寞、排斥感和焦虑等不是情绪，通常会选择与他人交往，顺从他人，
或者迎合他人的意见以求安心。然而无需多言，即便身处人群中，孤独感却是最为痛苦、令人沮丧和虚无的状态，最终会让自己陷入困境。随着人际关系的稀少化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单身生活，或因生活方式的变化，如新冠疫情等，而不得不在某个生命阶段独自度过一段时间。因此，即使被迫陷入孤独，也可以尝试积极地享受这段独自的时光。掌握享受孤独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，这样即使陷入孤独，也能够发现只有自己能做到的事情。积极地学习如何享受孤独。不能享受孤独、被孤独击垮的人需要改变的特征：一、伪装自己，爱慕虚荣的人；二、被信息所左右，喜欢大惊小怪的人；三、无法拒绝邀请和请求的人，孤独而变得糟糕的人。直言不讳地说，就是那些爱慕虚荣的人。大家之中，是否有人平时总是在意自己的虚荣心呢？例如，有人会勉强自己穿戴昂贵的名牌，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展示自己闪闪发光的生活，有人总是在夸耀自己的头衔和过去的荣耀，即使这些早已成为历史，还有人总是装作自己无所不知。这些人都是爱慕虚荣的人，并且正是孤独而变得糟糕的人的特征。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大、更强大，是自卑感和缺乏自信的表现。他们认为，如果以真实的自己与人交往，就无法与人相处，所以用虚荣这副铠甲来保护自己。但是，尽管他们试图通过虚荣与人建立联系，最终这些关系都只是表面上的。他们无法对他人敞开心扉，因而变得孤独。因为别人看不到他们真实的一面，他们愈发感到孤独，最终陷入孤独的深渊，并且不断感受到自己的无助，最后自己伤害自己。爱慕虚荣且自尊心很强的人，不想被别人认为是个失败者，结果却陷入了孤独。伪装自己、爱慕虚荣的人，最终会让周围的人远离他们。因此，请抛弃多余的自尊心和虚荣心，过上自然的生活。这对您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特点，不能享受孤独，并且因为孤独而变得糟糕的人应该改正的特点之一，被信息所左右、大惊小怪的人。孤独而变得糟糕的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就是他们倾向于盲目相信媒体的信息或别人的话，从而导致自己陷入不安之中。比如，他们会因为听到媒体上说没有钱会很惨，或者没有人际关系会孤独终老等信息而过度担忧。他们过度夸大风险，把一的风险当作10来看待，这样不仅让自己过于恐惧，还无法做出恰当的行动。保持一定的危机感当然重要，但如果对风险过度夸大，只会导致恐惧和焦虑，无法采取合适的行动，最终被不安感压垮。为了减轻这种不安感，他们可能会选择与人混在一起，试图通过社交来缓解不安。然而，能够应对孤独的人，在接收到信息后，会在行动前先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。他们不会被情绪控制而大惊小怪，而是迅速判断信息的真实性，从而做出更合理的决定和行动。孤独坚强的人看起来很冷静，是因为他们通过不断思考和分析接收到的信息。了解媒体的信息并不总是正确的，实际情况也未必如媒体所说的那样糟糕。为了增强应对孤独的能力，我们应该养成接收信息后先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习惯。不要因为某个专家说了，某个值得信赖的人说了，或者某个在网上很受欢迎的人说了，就全盘接受。要用自己的头脑进行判断。用自己的头脑思考，不仅是对自己生活的掌控，也是提升应对孤独的智慧的重要途径。这样，您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人生方向，避免因为盲目相信外界的信息而陷入孤独和无助。希望这个解释对你有帮助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讨论第三个特点，不能拒绝邀请和请求的人。有很多人无法拒绝他人的邀请或请求。当有人邀请您参加聚会时，即使您很累，您也会因为对方好意邀请而勉强答应。当有人请求您的帮助时，您可能会因为对方看起来很困扰而加班帮忙，这样牺牲自己的行为，
往往是因为您心中隐藏着不想制造麻烦或害怕被人讨厌的恐惧。但是请放心，拒绝并不会让您被讨厌。能够独立生活的人明白，如果自己不幸福，就无法让别人幸福。因此，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是否接受邀请或请求。如果他们不想去聚会，就会直率地拒绝；如果他们忙不过来，就会直接说无法帮忙。学会拒绝，可以让您集中精力于自己真正优先考虑的事情。如果您忽视了自己的需求，就无法真正关心别人。我们需要记住，只有自己过得好，才能更好地帮助别人。至此，我们已经介绍了不能享受孤独，因为孤独而变得糟糕的3种特点。如果您发现自己有这些特点，改正它们就能让您学会享受孤独。另外，作者会经常自问以下2个问题：1. 我真正想要做什么？2.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我需要做些什么？通过这些简单的问题，您可以自然地引导自己倾听内心的声音。一旦您找到了真实的内心需求，就能摆脱虚假的孤独感，不再随波逐流，而是自主决定各种事情。这种方法非常推荐，大家不妨试试。除了每天的独自作战会议，我还强烈推荐独自学习。为了培养自己享受生活，学习是必不可少的。学习大致分为与工作相关的学习和作为兴趣或修养的学习。我建议大家多进行兴趣或修养方面的学习。学习新的知识，让自己成长，本身就是一种乐趣。成年后，我们常常感觉不到自己的成长，甚至会觉得自己在退步。然而，当我们在成年后开始学习，并在某个领域变得精通时，那种成长的感觉是非常令人愉快的。这不仅能带来自信，还能成为生活的动力。希望这些建议对大家有所帮助，学会享受孤独，过上更加充实和幸福的生活。无论年龄多大，我都希望你能持续享受自我进化的喜悦。除了学习，拥有一项独处时的爱好也极为重要。能否享受孤独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是否有一项能让您全身心投入的爱好。尽管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爱好，或者没有长久坚持过任何爱好，但其实爱好并不需要复杂的思考。您可以尝试各种让您感兴趣的事情，尝试新鲜事物本身就是一种乐趣，不需要追求成果，也不需要关注数字，更不需要坚持下去。只要朝着让你感兴趣的方向前进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某件事让你感到愉快，或者发现自己深深沉迷于某件事。仅仅在脑海中反复思考，并不能让您找到真正感兴趣的事情。您需要亲身尝试，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喜欢什么，什么能让您感到快乐。希望这些建议对你有帮助，学会享受孤独，过上更加充实和幸福的生活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